大家早上好。今天俄勒冈呢下雨了，天气也逐渐转凉了。我们今天呢是移动日，也就是说今天又要回到西雅图之前的那个营地，准备在西雅图再加住几天，没住够，然后再采买点吃的回加拿大去。因为这个俄勒冈的海边呢，饮食相对能够买到的地方呢比较少一些。然后昨天就开始收拾了一些户外的东西。远处还有一个大叔呢，昨天还过来打招呼，说你明天是要走吗？我说是。他说我也要走啊，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知道头一天就开始收拾一些行李和东西的时候，就意味着明天可能要走。然后他说他昨天也收拾了一天行李，因为 Southern Trails 会有很多长期的客户。在这个营地居住的很多人呢，可能在这里一住就要住上2个星期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好，我们也准备。这是我们后面的邻居，看一下的车后身，这是一个炫耀贴呀，看他把所有去过的地方都贴在了他的房车上。他还去过加拿大。其实呢，房车文化里呢，他们有很多房车车主都会买一个这个国家的地图，然后到了这个州，他们都会贴上一个标志，而且这个地图呢，他们一般都贴在房车的车身外面，我俗称叫炫耀贴。就好像我们以前刚开始旅游的初级阶段，大家都喜欢在冰箱贴上贴那个磁贴，但是冰箱贴你只有家里人才看得到啊。这个房车的这个车贴可是整个营地的人都看得到。他就是炫耀他去过了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州，拉着他这个大五轮。你看老太太在给他看那个转向灯，一般都是房车里最常见的搭配。老头开车，老太太检查，最后发一个通行证，2个人就上车了。住在营地里左邻右舍不少啊，也看着不同的房车，看着不同的人群来来往往。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后边那个大叔也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是他还没走。他开的是一个 A 型房车，估计东西也蛮多的。刚才过去一个大 A 拖着一个皮卡，我还以为是他呢。哇，这也超厉害，大 A 竟然拖着皮卡。他对这个第5人得有多恨呢才会大 A 拖皮卡。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想到，哎呀，这个还是自行式的要简单的多啊，基本上收了那个 jack 就可以走了啊，拔了水管和电就可以走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了10多天啊，如果说每天都是拔了水管就可以走的车呢，那平时的生活就又开始纠结了。所以自行式和拖把式总是在纠结着，那就是看你居住的时间长还是行车的便捷性更重要了啊！而且我们家我在这收拾的这个 Melody 还在洗澡，然后我们家这个 Melody 是又费水是又费电，经常一天2把澡，而且咱们温哥华也不是特别热的地方，所以这人说用电自由我觉得我们家好像用水自由更重要一些啊。一旦没有了水，这露营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大家还可以买大的锂电池配上太阳能来实现这个用电自由，可是这个用水自由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因为对水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电的需求，可能就会导致这样野营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时在优胜美地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电的生活，但即便如此，至少我们那个水还是非常足的，是用水自由的。所以说这个房车旅行其实有时候你的这个旅行的形态和装备的需求是要根据你家里的生活，尤其是女主人的生活习惯要考虑的特别周到一般的情况下，男的还是比较好将就一些的过一点不一样的艰苦的生活哪怕享受一下大自然艰苦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女主人通常不太愿意跟你一块出去将就所以这个生活的需求呢，也决定了你开什么样的房车，实现什么样的旅行。好的，我们去看看 Melody 准备好了没有。老头跟他打
今年夏天的俄勒冈海边之露营活动结束啦，我们在这儿住了一共11天，今天阴雨连绵，这就是俄勒冈的常态了啊，下雨、迷雾、阴天，美剧里就是这么拍的啊。然后前几天老天眷顾啊，阳光明媚，气候凉爽，哎，是给我们赶上了。其实来俄勒冈啊，就是最怕天气，最怕的就是俄勒冈的雾啊。俄勒冈也是一个神奇的州。前几年来的时候啊，俄勒冈加油站还是不让我们自己加油的，它一定要有人提供服务加油。这在北美呢，好像目前我们也知道只有俄勒冈州是这样的。当然，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改掉了啊，我们可以自己加油了。现在呢，我们正在从这个营地呢出去啊，路过垃圾桶，我会把垃圾给扔掉，然后我们就今天人就去往华盛顿州，其实是路过华盛顿州了，继续停留在西雅图3-5天，然后再从西雅图返回温哥华。看这车神奇吧，这是背着船，是这样的方式背着，我还头一回见到呢。这是 Class B 啊。我们路过一个称重站，我们每次来这个营地都会到这个称重站来称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房车。带皮卡，这是第一个走的啊！哦呦，6600啊，最高峰值啊！现在又下来了。这是刚才是啊，这也是5150啊。5150。5150。Do you do this? When in a moment, couldn't see your behavior was toxic for me. Eternal optimist, I'll make the best of it. Couldn't see your behavior was toxic for me. Why do you do this? When in a moment, couldn't see your behavior was toxic for me. Eternal optimist, I'll make the best of it. Couldn't see your behavior. 哇，路遇车祸，这个也不是车祸啊，他这个拖挂掉了，他这个车的头在这儿。我操！啊，他的尾巴掉轱辘掉了，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前面的车啊，他怎么非要左拐呢？一直要从最右边这根道并到左边第二根道。原来前面的拖挂都掉了，是拖挂吗？它底下那轴掉了，拖挂没掉啊，它底下那轴掉了，然后拖挂上面的货掉在地下了，太恐怖了！还要进称重站了，这前面这就是称重站，他得好好称重呢。你看前面还有警车嘞，这警车估计都不知道这他截的是前面一辆车。对呀，这警车是截的前面这辆车，你看他都不知道。后边有事故，他还在忙活这个。一口气呢开了5个小时，我们也没休息。本来是4个小时的路，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路呢没有高速，所以呢200英里啊，一共开了5个小时。门口呢现在没有人，然后我打他那个门口呢有一个叫 call box 的东西啊，然后他说5分钟之内过来。这个地方我发现每次过来都没人嘛，有时候呢，如果你在网上 check in 了，他会把那个信封你的信息放在门口，但今天我看没有我的嘛，所以呢只能打电话让他过来。为了挑一个手机信号好一点的晒，这个 Kevin 准备倒进这个位置。高难度动作 ，Kevin 完成。倒车入库，挺好的，反正进是进来了，没有拉直，你反正也知道的啊。拉一把之后进来啦。这个位置呢，主要是信号，手机信号好，在山上。非常精确，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现在呢，因为车身不稳 ，Kevin 垫了垫块，准备骑上去。好，这就是我们的赛参天的大树啊。我们就在这个树林的一个小山窝，大概就是把树砍掉了就可以了。这边还有一家邻居，然后这边呢本应该有个邻居，但是他已经停止使用了这个地方。安顿好了之后呢 ，Melody 的饭呢就做好了。那刚刚吃过了午饭啊。我们家呢一般一天呢吃2顿饭啊，主要是2顿饭，那其次再吃点什么零食什么的。那下午一般呢，特别喜欢在2、3点或者3、4点钟吃下午饭。那么然后一般的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像今天这样开车的时间啊，就5个小时左右，或长点啊，或少点啊。然后呢，早上吃完早饭出来，然后开到地方，然后吃午饭。那么吃完午饭了，就想休息了，就不想再开了。从俄勒冈早上起来出来的时候啊，都是下雨的状态，开到半道啊，豁然开朗，天儿就晴了。果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俄勒冈的海边啊，这雾气特别大，特别容易阴天下雨。但是呢，看了看天气预报，后边这个西雅图的天气不是特别乐观啊，连续可能都要下雨。可能不了解北美西海岸的气候的人呢，觉得夏天下雨不是挺凉快的吗？可是事实呢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这夏天本来就不是特别热，主要是干旱为主。那最重要是一年四季呢能够享受阳光的时间呢非常的短。西雅图这里是美国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说美国本土城市里一年阳光照射最少的地方，它一年长达有220多天的时间不是晴天。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温哥华比它还过分，要240多天不是晴天，而且绝大多数的下雨天都在秋冬季节，所以到夏天又不热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期待有阳光的出现，会享受在阳光里，否则时间长了人会缺乏维生素 D。那我知道，那其实所有的亚洲人来讲，绝大多数，尤其是女性，都是特别怕晒的，所以尤其是夏天，那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室内活动休闲的，所以很少外出的啊。那在北美西海岸绝对不是这样。如果夏天没有足够的阳光的话，那冬天你要有漫长的等待。所以我之前我们去星巴克总部看到那个马克杯上面有鱼，那真的是代表着西雅图的一种天气气候。温哥华呢，降水量比西雅图还要多，所以有一次我们去盐湖城玩，看了看蒙门教的那些建筑，
那么有个讲解员呢，就带我们转了一圈。哎，我说盐湖城这个地方真好啊，马路上特别干净啊，特别清爽啊。然后我说比我去的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比他们还好啊。他就挑战了我一下，那你去哪个地方？哎呀，我当时感觉话说错了，没办法，只能说我说我刚路过那个西雅图，然后我也没法说别的城市了啊。然后我就说我刚路过西雅图，哇，那个讲解员啊，年龄有一点年龄了啊。然后顿时就撇了一下嘴，那声音是非常的大，都生怕我不知道。那后来我逐渐才知道啊，盐湖城啊拥有着西雅图人羡慕的阳光。当然，盐湖城人也不见得一定满足于这个阳光，他们可能还会羡慕西雅图下雨会比较干净一些，因为盐湖城会比较是内陆的城市嘛，不怎么下雨嘛。所以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它的那个州的座右铭就叫做 Evergreen。永远绿色的州，因为只有长期下雨才会有这样雨水充沛，那只有雨水充沛才会有非常绿的农作物或者是植物生长，只有雨水充沛才会让这个州才会有这么多的绿色的大树啊，才会有像奥林匹克公园这样大的雨林风光。所以就看怎么想啊，人们的想法总是既要又要，那就看你什么样的尺度。看看明天下雨的话不行，我们就要想点别的办法，区别一些自然风光。好，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露营的环境啊，那个下面有一辆车啊，那是另外一个营位啊。那我们在这边，基本上就像一个小山窝一样。那我们的宋一睡觉。你怎么那么讨厌的啦？你就给我拍一下不就好了吗？小坏蛋！就看见我的镜头，就故意把头埋下去。我们宋一御用的托尼老师上线啊，稍微整理整理啊，梳梳毛。我们还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宋一啊，宋一，哎呦，这么漂亮啊，真是个美少女。遛狗，Kevin 就干点私活，就玩那个所谓的迷你高尔夫。小狗没有人遛，只有我拉着。今天的天色还是不错的。Kevin 老老实实的把玩具送回柜门里锁好。